我们都知道9月3号中国在大阅兵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天气晴空万里，结果没想到是什么？来，我们看到这个画面，10天之后。风云变色了，对，知道了。本来是呢，紫禁之巅，晴空万里啊，象征着中国大好美好的前程跟未来。结果没想到10天过后变成乌云罩顶啊！但是我是不是这时候也要解释说，哎呦，习近平啊，恐怕前途不太乐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北京，那北京呢，因为最近因为副热带高压太晚下来的关系哦，水汽又特别饱满。所以产生强烈的对流，那强烈的对流一起来之后呢，就是瞬间呢大雷声大作，瞬间呢乌云遍布。各位，为什么我说瞬间？因为这都是突如其来的。对，可能前一刻你天空还真的蓝蓝的，下一刻呢突然间就暗明啊，上面在打雷，对不对？那底下的人呢，他们有些人还在车子里面，有些人呢已经躲到室内。那躲到室内之后，他们都开始哀嚎说：“哎呀，喂，惨了，车子没了。”照你想想看，你的爱车啊，如果突然开在路上，本来是下着雨，对不对？啊，突然间冰雹这样砸下来，哔哔啵啵，你觉得那个车子还活得下来吗？这画面太夸张了，这是狂风暴雨吧？对，而且我坦白说哈，我看了老半天，我不知道风到底往哪。他的车子直接倒了。对，因为一下往东，一下往西，一下往南，一下往北，跟乱吹通，代表说整个对流因为过于迅速的关系呢，整个气流非常异常。而且重点是什么？你还不能出门。你有没有看到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一颗黑龙喜冰雹，而且冰雹积久了，你知道会变什么吗？你一定想不到啊，不是冰淇淋哦，是变冰河。他们直接走在马路上，发现马路上这样那种刷过去，惊到呢，全部都剩啊干。这个太可怕，它挡风玻璃整个全都碎裂了。就比方说，它是一个短时间，而且很密集，滴滴答答，直接用砸的。啊，砂锅大的拳头照你有看过吗？它这个叫做鸡蛋大的冰雹，好不好？砸到当然会，所以它很多车子基本上玻璃都破掉。但你知道最惨什么吗？有人避之不及。对哦，什么叫避之不及？不是闪刚才那个冰河哦，就是你跟女生走在路上啊，一直哭，你有没有看到？鼻青脸肿的，东肿一块，西肿一块，甚至他是直接被砸的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他就是太不小心了，而且他还流血，然后眼墙淤青。你看那个那么大的冰雹，那个重力加速度那个砸到还得了？然后全身，而且你看哦，那个冰雹都不是很透明的，拢拉撒，太高。那你以为只有北京这样吗？如果是这样就算了，很奇怪，偏偏在山西大同这个地方哦，也一样，马路变冰河啊，甚至还有一些学生最惨，因为上班族哦，好歹可以分配一下自己的时间，闪一闪，反正他们现在无薪假这么多，你看这些学生为什么这样拔腿狂奔？因为他们就是要上军训课。哦，他们就是要去学校，所以他们在这个路途的过程当中呢，冰雹就这样应声下来了，甚至连内蒙古呢，内蒙古哦。也一样下起这个冰雹，我不知道怎么中国各地最近冰雹一大堆。然后你仔细看，我觉得看到我这个大小，我本来第一时间我还在那边研究老半天，想知道什么，来就照我前看那个，不是汤圆，它是从地上不是那个画面，我们看到是这也太大颗了吧，而且还那么又大又圆，每一颗砸下来都这么大颗。对，我跟你讲哦，如果有朋友拿着那样子的冰雹哦，对我丢我都会生气。那你想想看哦，如果是从天上掉下来砸到身上，那个就不是生气而已，可能会气昏头，其实人就昏倒在地。所以你现在内蒙古呢，整个一大片哦，你现在看到就是这样，放眼望穿秋水，但是也没什么秋水可以望，因为都是一片白茫茫，如成这个雪白圣地一样。但你如果仔细看整个全球的我们讲中国整个全境哦，它的降雨日报就是在这边，因为它这个雨带呢是由西向东的，但是由西向东之后呢，它产生非常强烈的对流。比如说四川就有一台公车呢，它就在往前开。这个太夸张，这是土石流了吧？对，赵这是雨吗？你不讲，你还以为你在玩 VR 它整个外面，因为它公车开到一半，对，你已经看不到那个风景的景象了，全部有看到那学生妹被他吓一跳，跑了，突然就蹦个，好像东西有人在往里面倒过来。所以你知道他们怎么形容吗？他们说四川现在马路你所到之地，这个叫做巧克力泥浆啊，听起来很甜很美，对不对？但人民的生活很苦，全部都在全部跟龙国毛无赶快，那个色彩哈，可能就太高甚至连重庆哦，这个都是比较靠中间一点的哦，不是沿海地带哦。来，你说这是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到一台车开过去？对，2台车开过去，代表这叫做马路，这叫做我们讲的靠山的马路。但是因为呢雨太大了，所以马路片瀑布。哦，那如果说想说，那我不要开车走在路上总安全了吧？我去火车站总可以吧？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火车站空无一人呢？因为拍摄里面全部都停死，根本没有办法营运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
老时段，新气象。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